现在谁还敢说中国赛车没人？谁还觉得我们只能在国际赛场当陪跑观众？就在7月19日，欧洲西班牙赫雷斯赛道炎炎烈日之下，全场最耀眼的光芒不属于任何欧美本土天才车手，只属于一个年仅13岁的中国少年孙胜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估计很多人刷到新闻，只知道他拿了冠军，但根本不知道这场胜利有多解气。要清楚，西班牙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ESPK 的 Moto4 组别，从来都是欧美车手的后花园，是欧洲含金量超高的青少年顶级赛事，常年被本土车手垄断。可今年，这个来自杭州春风动力车队的中国小男孩，直接把人家的主场硬生生打成了自己的专属赛道。就说最新收官的第4站比赛，看完真的全程起鸡皮疙瘩。早上第一回合，孙胜博正常顺位发车，红灯熄灭的瞬间，他驾驶着那台印着5星红旗的红色国产战车，像利刃一样精准切入1号弯，起步节奏非常好。紧随其后的西班牙本土车手全程死死咬住不放，最近的时候两车差距不足 0.3秒，几乎是贴在一起飞驰。大家试想一下，仅仅13岁的年纪，换做普通同龄人，别说高速赛车缠斗，光是面对这种贴身压力，早就紧张到手心冒汗，心态崩盘了。但孙胜博呢，稳得完全不像个孩子，冷静的堪比常年征战的老车手，每一圈走线、刹车、出弯油门都精准到极致，一点点稳住节奏，稳步拉开差距。最后冲线那一刻，他直接甩开第2名 4.1 秒夺冠。这个差距在高强度的职业缠斗赛里，完全是碾压级别的胜利。如果说上午的夺冠是稳定发挥，那下午第2回合才算真正的封神。这一轮是倒序发车，孙胜博直接被排到第3排起步，开局就处于劣势位置，身前足足挡着好几名实力强劲的本土车手。谁能想到发车之后，他全程丝滑操作，外线卡位，内线穿插，走位灵活到对手根本预判不到。仅仅1圈半的时间，他连超4台车，一路从后排冲到第1。登顶榜首之后，他更是彻底掌控全场节奏，再也没给任何对手超车的机会，稳稳守住第1名，再次强势冲线，拿下单日双冠。比赛结束那一刻，咱们中国车队的技师团队彻底绷不住了，在检修区欢呼雀跃，把帽子高高抛向空中。而孙胜博摘下头盔，满头大汗，脸蛋通红，露出一口白牙，笑得干净又灿烂。那一幕真的又热血又治愈。你以为这只是单次夺冠，那你就太小看这个中国少年了。本赛季 Moto4 组别已经跑完8场正赛，孙胜博的成绩单说出来真的像开了挂一样离谱，7个冠军1个亚军，全程没有一场跌出前3，唯一没拿冠军的场次也稳稳拿下亚军， 87.5% 的超高胜率，放在整个青少年赛车圈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他目前领跑积分榜足足甩开第2名的西班牙本土车手85分。很多人不懂85分是什么概念，直白跟大家说，这个分数意味着对手就算后续3场比赛全部夺冠，拿满积分都追不上他的排名，妥妥的断层领跑。年度总冠军基本已经提前揣进兜里了，悬念几乎为零。现在整个欧洲赛车圈都彻底懵了，外网车迷纷纷热议，甚至调侃孙胜博是不是游戏里的 bug 被调到了现实赛场。所有欧美小将现在训练之余的必修课就是反复翻看他的车载录像，一帧一帧拆解学习，就想搞明白为什么他的出弯节奏、刹车时机、走线把控总能精准到无解，根本找不到突破的破绽。而最让我们骄傲的是什么？这股横扫欧洲的强悍实力，不是靠外籍教练，不是靠国外豪门青训，不是靠进口赛车堆出来的，完完全全是纯纯的中国制造。车手是中国少年，车队是中国春风动力车队，脚下的赛车是杭州本土工程师亲手打磨，每一颗螺丝都是国人亲手拧紧的国产战车。车身上醒目的5星红旗，杭州临平字样，全程闪耀在欧洲顶级赛道的最前方。要知道，以前外网一直有偏见，觉得中国车队、中国品牌拿冠军都是靠高薪聘请外籍车手，压根不认可我们自己的培养体系、自己的车手实力。但孙胜博的出现，直接狠狠击碎了所有偏见和质疑。他用实打实的战绩告诉全世界，我们不仅造得出顶尖赛车，更养得出碾压全场的世界级车手。
很多人只看到孙胜博如今8战7冠，横扫欧洲的光鲜，羡慕他13岁就站上世界赛场，身披国旗夺冠的荣光，甚至有人觉得他是天生的模特天才，运气爆棚。但小编想说，哪有什么横空出世的天才，所有年少封神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持，是远超同龄人的自律和隐忍。孙胜博2012年出生于吉林长春，他和摩托车的缘分其实开启的并不算早。8岁之前，他和普通小朋友一样，过着简单平淡的童年生活。直到8岁第一次接触迷你摩托车，所有人都发现了他的过人天赋。他对速度的感知，对赛道走线的敏感度，完全碾压同龄孩子，仿佛天生就属于赛道。9岁那年，他正式踏入专业赛场，从零开始征战国内儿童摩托赛事。别人还在玩耍打闹的年纪，他已经泡在赛道里反复训练，打磨技术。仅仅1年时间，他就拿下多个国内赛事冠军。在国内同龄小车手里稳稳站稳脚跟，早早崭露头角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天赋加持，但只有熟悉他的人知道，他付出的努力远比天赋更多。10岁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，凭借亮眼的赛场表现，他成功入选春风动力天才计划，成为国内首批远赴欧洲接受顶级青训的中国小车手。小小年纪独自远赴异地他乡，没有家人陪伴，没有熟悉的环境，其中的辛苦和委屈根本不是我们能想象的。在欧洲青训的日子真的满是不易，语言不通，饮食不习惯，赛道环境陌生，各种难题接踵而至。别的孩子在享受童年陪伴家人的时候，他只能一边抽空补习英语，一边全身心投入训练。每天的作息被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上午泡在健身房练体能，守着模拟器打磨赛道线路，熟记每一条弯道细节，下午直接下赛道，反复抠刹车点位，调出弯油门的细微节奏，日复一日，从不间断。枯燥吗？真的枯燥。辛苦吗？真的辛苦。但这个10岁的小男孩硬生生扛下了所有压力，常年的高强度训练不仅让他的车技飞速精进，更磨练出远超同龄人的沉稳心态，这也是他如今赛场稳如泰山的核心底气。2024年，11岁的他迎来第一次爆发，成功拿下西班牙迷你 GP 系列赛 160cc 年度冠军。要知道，这项赛事汇聚了全欧洲最顶尖的青少年车手，含金量满满，能拿下冠军已经足以证明他的实力。同年，他身披5星红旗，站上世界级 Mini GP 总决赛赛场，最终斩获第5名，在国际舞台上稳稳打出了自己的名号。2025年，12岁的孙胜博彻底改写中国摩托历史。FIM 摩托 Mini 世界总决赛拉开帷幕，全球20多个国家的顶尖小车手同台竞技，竞争强度堪称白热化。排位赛他就火力全开，跑出亮眼圈速，锁定前排席位。正赛中，他在多名高手的贴身缠斗中稳住节奏，找准时机完成超越，一路领跑冲线，成功拿下个人首个世界冠军。这一刻，他成为中国公路摩托史上首位 FIM 摩托 Mini 世界冠军，直接填补了中国青少年摩托赛车在该领域的空白。领奖台上，12岁的他把5星红旗紧紧披在肩上。当国歌在世界赛场响起，无数国人热泪盈眶。谁能想到，为了这面国旗的荣光，一个12岁的孩子已经默默拼搏了4年。也是在这一年，13岁的他正式升级组别，征战难度更高的 ESBK Moto4 赛事。新秀赛季，面对一众经验丰富的欧美老将，他毫不怯场，稳稳拿下年度季军，惊艳整个欧洲摩托圈，也为2026赛季的统治级表现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。进入2026赛季，磨合成熟的孙胜博彻底释放全部实力，开启无敌夺冠模式。揭幕战赫雷斯赛道，首回合全程领跑夺冠，次回合起步失误，依旧逆风翻盘拿下亚军，首战就领跑积分榜。第二站纳瓦拉赛道，他从第7名逆风起跑，3圈冲进前3，跑出全场唯一1分56秒的单圈成绩，以6秒超大优势逆转双冠。第3站埃斯托利尔赛道，双杆双胜，全程稳控节奏，稳步拉开差距。第4站阿拉贡多弯赛道，哪怕遭遇雨天变故，他依旧灵活调整状态，稳稳包揽双冠。从8岁初识机车，10岁远赴海外追梦，到12岁拿下世界冠军，13岁横扫欧洲赛场，短短5年时间，他走完了别人10几年的路，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，只有日积月累的坚持。他打破了欧美车手的长期垄断，用一次次干净利落的超车，一圈圈精准稳定的走线，让全世界看见了中国少年的力量。
现在的他才刚刚13岁，职业生涯才刚刚拉开序幕，未来还有 Moto3、Moto2 乃至无数车手梦寐以求的 MotoGP 顶级舞台在等着他。从无人知晓的追梦少年到统治欧洲赛场的中国天才，孙胜博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：少年自有锋芒，追梦不负韶华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